很多人都在问中东打仗和我有什么关系？很多人觉得伊朗离我们很远，导弹、核设施、海峡封锁，这些词听起来像国际新闻里的东西，和普通人的生活似乎隔着千山万水。但我想说，伊朗问题从来不只是伊朗，因为它表面上看是一场发生在中东的地缘冲突，但市场真正紧张的从来不是导弹本身，而是导弹背后那条更长的链条。那条链条呢，就是油价、航运、保险、美元、通胀以及全球资产价格。一旦这条链条被打穿，受影响的就不只是中东，而是全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每次伊朗局势升级，国际油价都会立刻跳升，美元开始走强，全球市场的风险偏好迅速下降。很多人以为战争只是新闻，但是对资本市场来说，战争首先是价格。为什么每次伊朗一出事儿，油价总是最先动？因为伊朗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是一个产油国，更重要的是它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对全球能源运输有着极强的外溢影响。伊朗旁边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之一，很多原油、液化天然气、成品油运输都必须通过这个地方。市场真正害怕的不是今天已经少运了多少油，而是明天会不会运不过去，是不是要加价才能运，是不是连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保了。很多人以为只有等到海峡真的完全被封了，问题才会变大，其实不是。金融市场从来不会等到事情完全发生以后才反应，只要保险公司开始提高战险保费，只要船东开始绕路，只要航运成本开始上升，市场就会立刻把这种不确定性计入价格。也就是说，哪怕一滴油都还没有真正从市场上消失，价格上的缺油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时候，你看到的油价上涨，不是对现实短缺的反应，而是对未来风险的提前定价。还有一个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反直觉的现象，就是美国卷入战争，为什么美元往往会走强？按常识理解，好像应该是战争会削弱一国的信用，那为什么美元还会走强呢？原因就在于，当全球进入风险状态的时候，资金最先寻找的不是逻辑最完美的地方，而是流动性最深、可停靠性最强的地方。而美元资产长期以来就是这个体系里最大的避风港，再加上石油和大宗商品定价本身就是和美元体系深度绑定的，所以一旦油价上升，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也会被动抬升。这就是为什么中东紧张，最后不只是油价在动，美元往往也在动。所以你会发现啊，战争一响，最早说话的不是发言人，而是油价、保险费用和美元。新闻还在讨论是谁先动手，战事如何发展，市场已经开始给全世界算账了。那为什么油价一涨，全世界都要紧张呢？很多人会把油价理解成一个单独的商品的价格，好像就是加油站里那一块牌子上的数字涨了几毛钱。但是在现实世界当中啊，油价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变量。油价一涨，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运输，然后是制造，再影响物流，再影响化工，再影响航空，再影响一系列和成本有关的行业。最后，它会一层层的传导出去，变成更广泛的价格压力。对普通人来说呢，表面上看可能只是加油更贵了，但是背后其实是整个系统的成本中枢被抬高了。这个时候，第二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油价上涨会让全球央行都很紧张？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全球市场一直在期待一个方向，就是利率能不能慢慢下来，货币环境能不能逐步宽松一点，资产价格能不能重新获得支撑。可是，一旦油价重新抬升，通胀预期就很容易卷土重来。央行最怕的不是经济不好，而是经济不好，物价还不肯下去。因为一旦出现这种局面，政策就会陷入两难境地。你想刺激经济，但是又怕通胀重新起来；你想压住价格，但是又怕增长进一步放缓。所以，中东冲突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只是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复杂性，而是它有可能把全球经济重新拖回通胀焦虑。市场原本期待降息，结果突然发现能源价格上来了，输入性压力又来了，通胀的尾巴可能比想象中更长。那这个时候，原来很多建立在宽松会来基础上的资产定价就会受到挑战，尤其是那些对流动性敏感、对估值要求高、对未来预期依赖强的资产，在这种环境当中都会承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看到一场战争发生在远方，但是股票、债券、汇率、黄金、原油几乎都会同时出现反应，因为市场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一个地方在打仗，而是这个事件会不会改变全球的通胀路径、利率路径和增长路径。伊朗背后真正牵动的不只是中东，而是全球的定价权。伊朗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国家，而是因为它刚好站在几条关键结构的交叉点上。第一个交叉点就是能源通道。
谁控制了关键的能源通道，谁就控制了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预期。伊朗背后的海峡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狭窄的水道，它实际上是全球能源市场信心的一个阀门。每次伊朗局势升级，市场都不是在重新定价一个国家，而是在重新定价一条能源命脉。第二条交叉点呢是美元体系，很多人以为美元体系只是央行、国债、外汇储备这些宏观概念，但其实它是深深嵌在现实世界的油价、航运、保险、结算和风险对冲。中东一乱，不只是影响石油本身，还会影响全球资金如何避险、如何结算、如何寻找安全资产。所以很多地缘冲突表面上看是军事问题，最后呢都会变成金融问题。因为只要能源和美元的关系没有被打断，中东就永远不只是中东，它还是全球金融秩序的一部分。第三条交叉点呢是大国博弈。伊朗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背后连接的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盟友体系的稳定、对能源通道的影响力，以及对其他大国能源获取能力的间接牵制。也就是说，你表面上看到的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但深层上看到的其实是全球权力结构如何围绕能源通道和金融体系进行竞争。很多人喜欢把这种事情理解成谁对谁错，但从大国博弈的现实来看，真正推动局势的往往不是道德判断，而是结构位置。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伊朗问题从来不只是伊朗？因为它站在了全球能源、美元体系和大国竞争的交叉路口上，谁也无法把它仅仅当做一个中东国家来看待。只要它那个位置还在那里，那它就一定会外溢到全球市场。这次冲突还有一个新的变量，叫做数字基础设施。如果说过去的战争大家想到的是油田、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那么这一次我们其实已经能看到一个很新的趋势了，就是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正在被快速抬升。今天的世界不只是靠石油在运转，也靠云、算力、通信、卫星和数据中心在运转。过去你可能会觉得数据中心只是互联网公司的机房，离战争很远，但是未来这类基础设施正在越来越像一种战略资产。为什么这件事儿值得普通人关注呢？因为这意味着战争的边界正在变化。过去是打看得见的东西，未来可能连看不见但决定系统运行的东西也会成为博弈的对象。能源仍然重要，但是数字基础设施也在变得同样重要。谁掌握算力，谁掌握通信节点，谁掌握云服务和关键网络，谁就不仅仅掌握商业能力，也在掌握一部分的安全能力。这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变化，就是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越来越深入军事、情报和决策链条。未来的战争不只是拼资源、拼工业能力，也会拼算法、拼算力、拼数据优势。也就是说，今天的冲突告诉我们的不只是能源没有过时，它还提醒我们，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正在加速合并。一个国家的油轮、海峡、港口很重要，它的云服务、卫星网络、通信网络和数据基础设施也会越来越重要。所以这次的冲突，如果给我们一个新的提醒，那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的脆弱性已经不再只是来自于看得见的地缘冲突，也来自于那些支撑现代社会运转的底层系统。可以说呀，过去决定战争外溢的是石油，现在除了石油，还要加上数据。讲到这里，很多人会问，那普通人到底该关心什么呢？我的回答是：第一，不要把战争只当新闻来看，新闻给到你的是事件，市场给到你的是价格。普通人真正要盯的是这场冲突会不会带来持续性的价格冲击，比如国际油价是否会持续上行，美元是否会持续偏强，航运和保险成本是否会继续攀升，通胀预期是不是被重新点燃。这些东西远比热搜上的口号更值得关注。第二，不要在情绪里做投资决策。每逢大事件，最容易犯的错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情绪上头，看了几个爆炸的画面，以为整个世界的秩序已经被彻底改写了，于是追涨杀跌。另一个呢是把复杂的问题理解成单一的答案，觉得好像只要找到了一个幕后的原因，就能解释一切现象。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大部分时候，资产价格不是一步到位的反映事件本身，而是一层层的消化预期。今天市场反映的是油价，明天可能反映的是通胀，后天反映的可能就是利率和增长预期。所以，越是大事儿，越不能用短线的情绪去替代结构的判断。第三，对普通家庭来说呢，最现实的不是猜谁会赢，而是预防输入性成本的上升。如果油价长期维持在高位，那么未来你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感受到这种压力，出行会贵，物流会贵，一些依赖能源和运输的商品会贵，企业的利润空间会被压缩，就业环境也可能间接的受到影响。很多人以为战争只影响军工和石油，其实它最后会通过成本传导，影响到家庭的预算和企业的经营。第四，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压住战争的结果，而是提高对系统脆弱性的认知。普通人不需要预测下一颗导弹落在哪里，也不需要神神秘秘地猜测所有幕后的剧本，
真正有用的是，你要知道，你的生活其实比你想象中更深地嵌在全球能源体系、金融体系和科技基础设施之中。你买的东西为什么贵了？你手里的资产为什么波动了？你看到的市场为什么突然开始重估了？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系统之间传导的结果。所以，伊朗问题从来不只是伊朗，它表面上是一场中东冲突，背后牵动的却是能源通道、美元体系、通胀预期、大国博弈，甚至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今天这个世界最残酷的一点就在于，很多看起来离你很远的战争，最后都会通过价格回到你的生活。它可能不是以炮火的形式来到你的面前，而是以油价、账单、汇率、资产波动和生活成本的形式重新进入你的日常。普通人真正需要的不是被情绪裹挟，也不是沉迷于阴谋论，而是要学会看懂结构。因为只有看懂了结构，你才知道什么是噪音，什么才是真正会影响你生活和资产的东西。也只有当你开始用结构去理解这个世界，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伊朗从来不只是伊朗，它其实像一面镜子，照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全球系统到底有多脆弱，又有多彼此相连。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